男人做事儿千万不要有奴才之想啊！哪怕你身价8个0，当然你习惯自正，那你就永远得不到女人的尊重。有很多兄弟都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一旦女人质疑他、否定他，他的第一反应呢，永远都是自证清白。那我要告诉你啊，只要你开始自证了，那你就等于是自己坐上了被告席，等着被对方审判。而且不只是亲密关系啊，任何关系里面你自证的那一方呢，都会陷入到低位啊。这个在心理学上呢，叫做框架控制。很多人冲出来指责你、朝你施压，根本不是为了什么寻求真相啊，而是想要抢走关系里的高位。所以今天焦哥呢，给你一套这个反击思维，好不好？适用于任何关系。但凡以后你再遇到任何指责，你都可以不用自证，而是直接掀桌子重新定规矩。那第一点，反向审讯，把原告打被告啊，被动变主动。别人指责你的时候呢，往往只有一个模糊的结论啊，没有事实，没有细节，也没有时间线。他赌的就是你一慌就会开始自证，越是自证呢，就会越乱，越乱呢，就会越心虚。就像《让子弹飞》里面啊，为了一句六爷的这个佩服，六子呢用命证明了自己只吃了1碗粉。当然，这是影视剧啊，是艺术加工啊。但是艺术呢，来源于生活。就比如说啊，你公司里边呢，就是同事当众给你来了一句说，你这人做事也太不靠谱了吧啊！你千万别着急解释，说我哪里不靠谱，或者我哪里靠谱，对吧？你这样你就直接已经是认输了，因为你承认了，你靠不靠谱由他来定的。你要反向审讯啊，直接反问他，不靠谱具体指哪件事啊？什么时候发生的？造成了什么后果呀？啊，你连着3问，他大概率呢都是答不上来的，因为他的指责本身是情绪输出，不是事实叙述。你把他的模糊攻击逼成了具体问题，他自然就露馅了呀。啊，记住一句话，谁指控谁举证，他拿不出证据就是造谣，不是你在辩解。那第二个点呢，就是抽调前提，你要让对方的指控原地悬空。很多时候别人攻击你用的是一套隐蔽前提，对不对？如果你不质疑这个前提，怎么解释都是输的。就像之前有个兄弟，他是做科研的啊，思维逻辑非常的强，但是他总是跟女朋友吵架，他女朋友就说他整天就忙于工作不陪他，他呢每次就会开始解释说，哎，我忙事业还不是就是为了咱们未来的这个生活，对不对？他说的其实也没有毛病，但是他的女朋友呢本身就是清楚这个事实的。但只要你还在就是跟女生的这个框架里面去辩解，那么你跟他之间就会是一个对立面，你俩之间就会很容易产生类似的这种矛盾。因为人性啊都会优先捍卫自身的一个立场，你的陪伴缺席是事实啊，所以你越在这个时候去解释，对吧？那他就会觉得你是越自私越冷漠的。后来这兄弟呢跟着我学习了一些思维提升吧，他的思维也确实就完全变了，他懂得如何去拆前提去消除这种对立性的框架就比如说女生再说他说你怎么这么自私啊，你只知道自己忙自己的，你也不陪陪我。那这个时候我们的兄弟就会直接反问一句，你说的自私是指的是没按你的意愿行事吗？如果是的话，那我确实自私。在我看来，事业与感情都是我所珍视的东西，我可以为我的失陪道歉，但我不能为我的努力工作道歉。那他这个话一出，直接就把女生没有陪他，就是不爱他，就是这个伪命题直接拆掉了，对不对？任何指责呢，直接就变成了没有地基的墙，看着唬人，但一推就倒了。而且最关键的是什么？是他开始不自证以后呢，女生反而会更爱他，更尊重他也不会再去跟他闹了。因为不自证代表的是你这个男人有主见有魄力，你的能力与实力才会等价于你的魅力。但是别认为不自证就是不讲理这是要分情况的，否则就成钢筋了。怎么把控度，就看你对人性的洞察力有多少了。所以多看焦哥，多学多问接着我们再来讲一下第3个点，就是超额满足。这一点其实很适合对付那些给你玩阴的，知道吧？有些人他会给你贴标签，把你架在火上烤，这个时候你越是否认，他就越是来劲儿所以你要换一个思路，不光接住，你还要把他的标签放大到荒谬的程度。
比如说有些人他见不得你好，他会有阴阳怪气，对吧？啊，说你这人就是爱出风头啊，说你张扬啊，那你就对着他笑回去，你跟他说，对啊，我不仅爱出风头，我还打算出更大的风头。明年我还打算公司上市呢，啊，到时候你可得来给我捧场哦。啊，你顺着他的话走到极致啊，他自然就会不知道该怎么接了。因为他准备了一堆反驳你的谦虚的这种台词，结果你直接认了，对吧？他的弹药就全废了呀！啊，标签这玩意儿，你越抵抗，他就越黏你。你一旦把它抢过来穿在身上了，哎，格局差距立马就拉开了，高下立判。最后呢，嘉哥再给你们讲一下第4个点，也是一个更高的维度，叫做回答目的啊，不要回答内容，就是你回答任何人要回答他的目的，对方为什么要说这句话？哎，比他说了什么要重要100倍。就比如说有人问你说你认不认识某个圈子的那个谁谁谁，对吧？那你先不要着急去回答他认识或不认识，他8成就是想让你牵线搭桥嘛。啊，你说认识呢，他下一句就直接就是你能帮我介绍吗？你可以怎么说？你可以说好像听说过，怎么了？你要找这方面的人吗？啊，先了解需求，再决定是否动用人脉。那这个思路呢，说实话放在感情里面呢，就更是杀鸡用牛刀。啊，就比如说你喜欢的女生问你说周末有空吗？啊，我下周末搬家，你能帮我吗？很多兄弟遇到这种请求呢，都是爽快答应。当然这么干的话，只会把你自己变成一个廉价的劳动力啊。你确实你表现了，当然女生不会因为你这个表现而对你动心，知道吗？其实女生表面上问你能不能帮忙，它只是一种隐秘的试探啊，试探你好不好说话。你现在对她是什么态度，所以你答应她就会越快，越显得你很闲。你就好像是随时都可以为他做事儿一样，那你自然就会陷入低位。所以你完全可以这么回答呀，你说你知道的，我们这种自己创业的都是没有周末的，不过要是有人愿意请我吃饭啊，那就另当别论咯。啊，你并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题，而是告诉他说我本身就有自己的事业，我肯定是忙的，但是在你这儿呢，我可以特别一点，当然你得对吧，有诚意啊。瞬间呢，你也能把这个主动权再给握回自己手中，既不卑微也不对立，这种状态啊，才是既有态度呢，又能让人感觉到舒适，而且也没有丢掉自己的这个框架。所以兄弟，记住，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能够审判你。如果一个侮辱就能让你崩溃，一个鼓掌就能让你膨胀，那你的心智根本就不属于你自己，你是任何开口之人的奴隶。最后，焦哥还是那句话啊，做人焦哥多学人性，学会用人性。